天空中将出现一次罕见的六星连珠巨大天象，可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巧合的是，人间正酝酿着战争风暴，伊朗局势急剧升温，中东战争可能迎来一次重大升级。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巨船将遭受致命打击，而同一时间，关于外星人的惊人真相也许会大白于天下。这一切听起来匪夷所思，却都早已被一位英国灵媒帕克精准预言。他近期的预测再次一一命中，而他还警告，今年8月我们将面临另一场重大危机。战争、天象、外星人、预言，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元素，难道正在交织成一场全球动荡的序曲吗？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这背后的谜团。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不久，赤马火马之年的大幕拉开，帕克就发布了最新的警告。他直言，2026年3月将是全球局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整个世界会陷入极度动荡之中，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帕克尤其提醒3月中旬到3月底这段期间可能危机四伏。在他的意象中，他看到整个网络世界一片混乱，人工智慧引发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将瘫痪许多地区的通讯系统，电脑和伺服器宕机，银行系统故障，财务数据也许会莫名消失。帕克反复叮嘱我们，现在就备份好重要的资料，千万不要过度依赖云端储存，确保银行账户的安全。一旦网络瘫痪，日常生活将大受影响，取款、交易、交通都可能陷入混乱。更可怕的是，他甚至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不要轻易出远门旅行，因为各种交通工具可能会受干扰而发生故障，出行将变得异常困难。当这些警告接二连三地从帕克口中说出时，我们不禁感到背脊一凉。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将在这个3月降临人间？帕克话音刚落，天上的星象仿佛也给出了回应。就在3月的中下旬，土星、海王星、金星、水星、太阳和火星等6大星体几乎连成一直线。这种6星连珠的天文奇观数百年难遇，许多占星师都认为多颗行星能量交汇之时，正是人间巨变发生之际。难道说，冥冥之中天地共振，宇宙正在预示我们一场劫难将至？帕克进一步揭示了他预见的画面，中东战争即将升级，导火索来自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一场致命冲突。他在2月底发布的预言影片中明确表示，他看见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受到了攻击，一架飞机以自杀式的方式猛撞上航母甲板，随即引发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试想一下，那可是几万吨重的钢铁巨兽，上面载着数千名官兵和大量战机，一旦被引爆，后果将何等惨烈。这骇人听闻的场景究竟会是谁发动的呢？帕克直指幕后黑手伊朗。他指出，伊朗这个看似弱小的中东国家之所以敢对美国的航母下手，是因为它背后站着2大强权俄罗斯和中国。伊朗可能获得了来自中俄或者甚至北韩提供的某种尖端军事技术，能对美军航母发动攻击并引发剧烈爆炸。这个情节听起来近乎疯狂，但仔细想想，美国与伊朗多年的恩怨早已埋下战火的种子。近期伊朗内部局势动荡，传出权力核心可能遭遇精准打击的消息。而就在上个月末，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的关键设施发动了空袭。这些真实发生的事件似乎正印证了帕克对3月巨变的预告。更令人不安的是，帕克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危险时点。3月13日前后，美伊冲突将进入最凶险的阶段，航母遇袭的剧本极可能在这几天上演。这个具体日期其实并非帕克凭空猜测，而是源自一位特别的专家计算出的结果。帕克在他的节目中请来了一位嘉宾，名叫乔尼·帕特里 Johnny Patry， 他是当今世界知名的吠陀占星师之一。所谓吠陀占星术，是起源于古印度的传统占星体系，以精准闻名，被誉为印度神童的预言家阿南德用的就是这套占星术。乔尼以吠陀占星的方法细致推演了今年3月的星象，结果发现帕克的警告与天象惊人的吻合。他指出，在3月13日至25日这段期间，代表战争与暴力的火星将与吠陀占星中的大凶星罗喉相合。罗喉星象征强烈的欲望与物质追求，它会放大与之合相行星的效应，而火星主司战争、流血与冲突。
当这两颗星宿相会时，战争与暴力的能量就会被极度强化，冲突势必加剧。更巧的是，就在这个期间，水星也赶来凑热闹，和火星罗喉会合后紧接着开始逆行。这一系列天象非常罕见。水星掌管的是交通、通讯与旅行，它一旦逆行，往往意味着通信混乱，交通事故频发。乔尼据此大胆推测，今年3月中下旬，全球范围内会出现与航空和旅行有关的严重事故或者暴力袭击事件，旅行将变得危机四伏，许多人恐怕将寸步难行。当帕克描述的飞机攻击航母画面传到乔尼耳中时，他惊讶地发现，这正符合自己占星计算的结果，航空领域将出现暴力攻击事件。于是乔尼进一步研判了美国和伊朗两国在那段时间的星盘。他惊呼，星象清楚地显示出攻击的发起方果然是伊朗，而美国则是受害的一方。不过美国可不是省油的灯，一旦遭到袭击，立即就会强势报复。这么一来，战火将全面升级，局势势必失控。更惊人的是，乔尼发现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的星盘中同样隐约映射出战争的影子，暗示中国也可能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伊朗若胆敢攻击美军航母，背后没有大国撑腰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极可能扮演推手或盟友角色。伊朗和美国的对决很可能演变成多国介入的更大范围战事。乔尼警告说，这种紧张局势会在3月中旬达到顶峰，整个世界都将为之屏息。想象一下，彼时正逢6星连珠的天象异动，天空与尘寰交映，仿佛神明在向世人示警，人类正走到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帕克和乔尼两人的预言一拍即合，加上天文现象的配合，所有迹象都在指向3月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如果这一切成真，世界局势将彻底改观。幸运的是，假如我们能够有惊无险地熬过这个动荡的3月，接下来等待我们的或许不是持续的战火，而是一桩让全世界震惊又好奇的奇事。帕克预言，2026年将成为 UFO 真相之年，长久以来隐而不宣的外星人之谜终于要迎来大规模的曝光。这听起来仿佛科幻电影情节，但帕克深信不疑。他透露，这并非他个人的独家看见，而是有多方征兆早已暗示。今年在印度，有5位高僧级别的纳迪预言师不约而同告诉帕克，现在时机已到，人类将揭开 UFO 和外星人的真相帷幕。这所谓纳迪叶解读是一种神奇的古老预言方式，相传数百年前，印度圣者们将预言写在叶片上，如今解读者能从中说出你的姓名和命运，精确的令人瞠目。连这样的预言系统都指出今年该爆出 UFO 秘密，不禁让人期待万分。帕克自己也在冥想中看到一幅景象，在欧洲的黑海附近，似乎会有一艘神秘的飞行器坠毁，或者出现引人注目的 UFO 现象。这起事件将成为导火线，引爆全球对外星真相的关注和揭露。帕克的搭档占星师乔尼也点头认同，是的，隐藏多年的 UFO 档案将在今年夏天被揭开。他进一步推算出最有可能的时间点在6月到7月间，因为那时天空将上演一幕前所未见的奇特天象。乔尼惊讶地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这3颗行星将排成一直线，形成3星连珠。而到了7月下旬，大约7月22日前后，木星也会加入队伍，变成4星连珠。4大行星在同一轴线上，这在现代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乔尼为此特意查阅了1万年内的天象记录，也未发现有哪一次与今年相同，可见这次行星排列有多罕见。他解读说，如此罕见的多星连珠象征着人类意识的提升和超自然力量的出现。更妙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颗大凶星罗喉，到了7月时在天空中的位置也非常特殊，让乔尼直觉联想到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 UFO 事件。翻开不久前尘封的档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当年罗喉星位于与今年相仿位置时，人类历史上正好发生了3起轰动世界的不明飞行物事件。首先是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那一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镇郊外，有人报告发现了一具坠毁的飞碟残骸，甚至传出军方捡到了外星生命体的消息。
据说当时美军不但找到了坠毁的碟形飞行器，还活捉了一名外星人。虽然官方很快封锁消息，声称那只不过是一只高空气象气球坠毁，但民间对真相的怀疑从未停止。罗斯威尔事件可以说是全球 UFO 热潮的开端，人们对外星来客的想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许多年后，一本名为《外星人访谈录》的畅销书问世，据称书中的内容是根据当年幸存下来的那位外星人对话记录编写而成。书里的外星人爆料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宇宙机密，其中一条令人毛骨悚然：地球其实是一座巨大的宇宙监狱，所有的灵魂都被囚禁在此轮回转世，无法逃离。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让许多读者大呼颠覆三观，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探索外星文明真相的欲望。第二起著名事件则发生在199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那年的3月13日夜晚，凤凰城上空突现一艘巨大的三角形飞行物，底部排列着数盏明亮的灯光，在天空中缓慢移动。目击者形容它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庞大，无声的滑行，如同天空中的移动城堡，场面极其震撼。在城市各处，成千上万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奇景，就连当时的亚利桑那州州长约翰·费夫西蒙顿也公开证实：各位知道吗？我当晚真的看到了 UFO， 那玩意儿是真的，这是真的。凤凰城光点事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虽然美军事后辩称那是他们进行的照明弹演习，但多数民众并不买账。毕竟那么巨大，一艘飞行物悠然掠过夜空，与传统飞机或照明弹完全不同，其宏伟壮观程度让所有目击者至今难忘。这起事件也成为20世纪末 UFO 热议话题的顶峰之一。第三件外星来访的案例发生在1996年巴西的小城瓦尔吉尼亚，被称为巴西的罗斯威尔事件。那年1月，一个清晨时分，有多名当地居民看到天空中有一艘雪茄状的不明飞行器盘旋，大小如同一辆校车，拖着白烟，似乎失去控制。没多久，这飞行器便坠毁在瓦尔吉尼亚郊外的田野中。人们赶到现场后发现，到处散落着奇怪的金属碎片，空气中弥漫着强烈刺鼻的气味，闻起来就像浓浓的臭鸡蛋味，方圆几公里内都能嗅到。一支赶赴现场的消防队赫然发现了2个受伤的神秘生物在残骸附近挣扎徘徊。它们身高大约 1.2 公尺，头大而身躯瘦小，没有毛发，皮肤呈棕褐色油亮，头顶上还有3个明显凸起物，双眼巨大如拳，闪着红色的光，浑身散发恶臭。消防队员设法将这2个奇怪生物捕获，送往当地医院急救。据传其中一个伤重不治身亡，另一个幸存者则被不知哪方的神秘军事力量带走，有传言称最终被转移给美国方面。消息不胫而走，瓦尔吉尼亚镇陷入了外星人现身的恐慌与狂热。然而，和罗斯威尔如出一辙，巴西政府和军方随即封锁了消息，对外宣称根本没有飞碟坠毁，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生物。尽管无数当地民众都坚称亲眼目睹了外星人，但最终真相依然被官方压了下去，留下一连串谜团待解。回顾过去近80年，无数人一直在呼吁各国政府公开 UFO 与外星生命的真相，从民间研究者到飞行员、科学家，乃至各国议会，都有人不断施压，要求解密那些尘封的档案，连一些身居高位的政要都对此表现出兴趣。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他第1个任期内就曾多次暗示想公布更多 UFO 的资讯，包括传说中的罗斯威尔秘密档案，然而每次都欲言又止，仿佛有所顾忌，让公众更加雾里看花。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官方档案仍是只掀开冰山一角，真相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今帕克宣称，今年7月将是关键时刻，美国可能终于下定决心大规模披露 UFO 的真相。而今年7月恰逢美利坚建国250周年，全国上下原本就将沉浸在欢庆氛围中，各地巡游，烟火盛典、歌舞晚会将连绵不绝。帕克预见整个7月美国都将笼罩在欢愉的海洋里。如果选在这个大喜的时刻公布外星真相，对政府而言或许是再好不过的时间点。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社会正处和乐融融之际，突然再抛出一颗外星震撼弹，既能让国庆活动达到最高潮，也能冲淡前几个月战争带来的压抑气氛。
一切似乎都酝酿得恰到好处。但问题是，当真相真的摆到面前，人们会相信吗？想象一下，假如官方真的在今年公布了确凿的外星人证据或与 UFO 的接触经过，那将引起何等轰动。然而多数人或许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不会又是场恶作剧或骗局吧？毕竟阴谋论者一直声称，政府可能利用假造的外星事件来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管真相如何，这一天若真来临，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一连串深刻的灵魂拷问：外星智慧生命真的存在吗？如果他们真的造访地球，他们从何而来，又抱着怎样的目的？他们是否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是从低等生物演化而来的宇宙邻居？亦或他们远在人类诞生前就文明高度发达？他们的飞船科技又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凭借何种能源穿越无垠星海？如果真的与外星文明接触，我们人类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革和震荡？这些问题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又不寒而栗。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亲眼见证答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今年夏天或许会成为载入史册的时刻。当人们还沉浸在盛夏关于外星人的热议中，帕克的预言再次给大家泼来一盆冷水。他提醒道，欢乐的7月之后，紧接着的8月却没那么美妙。特别是美国政坛将面临一场震动，主角正是话题不断的前总统川普。帕克透视到川普在8月将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他模糊地看到与汽车有关的意外事件，那画面可能是一场严重车祸，车体残破不堪，现场一片混乱。帕克指出，这起事件不一定是有人策划的暗杀行动，但对川普家族而言都将是一次重大打击。消息一出，人们无不大吃一惊。川普虽然卷入了不少政治风波，但怎么突然与车祸扯上关系？难不成有人要对他行刺下手？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预感，占星师乔尼再次出马，分析了川普家族主要成员在今年夏末的星盘。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轨迹都汇聚指向同一件事：川普的确将在8月下旬面临一场无法回避的灾厄。乔尼甚至算出了具体的危险日期，大约落在8月22日前后。他是如何推演出这个时间的呢？乔尼解释说，早些年他曾成功预测过某位政坛人物的遇刺事件，他没有透露姓名，但暗示那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政治领袖。当时在那个特定的日子，吠陀占星中的基督星正好与罗喉星精确对冲，并与太阳形成合相。太阳象征权力和政治领袖，而基督星是罗喉的对宫，代表毁灭与损失。两者在天空叠合，往往意味着对掌权者不利的巨变。果不其然，那一天一桩震惊世界的暗杀发生了。现在时间快转到2026年8月22日左右，天象显示太阳和基督星又将重叠，形成与当年相似的格局。因此乔尼大胆推断，类似的袭击事件可能重演，目标就是川普或其亲近的人。这听来令人心惊，但有一点或许可以宽慰支持川普的民众。帕克强调，川普可不是一般人，他自称是天选之子，受到上天的庇佑。在过去不到1年里，川普其实已经躲过了3次暗杀。帕克没有详述细节，但暗示从2025年中以来，川普数次死里逃生。这位坚韧的政坛强人似乎压根无所畏惧，继续高调举办造势活动，完全不像受到威胁的样子。因此帕克断言，即便今年8月出现第4次危机，无论是一场偶然的严重车祸，还是真有人蓄意制造的袭击川普，都将大难不死。他命不该绝，终将化险为夷，因为上天另有安排。川普还要活着见证他的第3个总统任期。所谓川普的第3任期，并不是坊间戏言的什么修改宪法强行连任。帕克解释说，川普将来的再次执政是出于历史巨变下的一个特殊产物，而这与未来几年的世界大乱局息息相关。帕克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直到2030年，整个世界都将处于多事之秋，战争此起彼伏，人类要走过一段至暗时刻。我们过去熟悉的和平稳定将被打破，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冲突接踵而至，而这些战争将比传统的国与国热战更加可怕，更具毁灭性。帕克曾潜心研究过14、15世纪时印度5位圣者留下的古老预言，里面提到了关于未来武器的骇人场景，无需火焰却可焚烧，一瞬间夺走无数生命。
整座城市变得不适合居住。许多人听到这段描述，第一时间都会联想到核武器，毕竟核弹爆炸的强光和冲击波能瞬间夺去大量生命，辐射尘更会让城市变成死城。然而帕克认为，那些胜者或许并非在描述核战，而是在预见另一种形式的大灾难。他指出，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造成的后果其实更加符合这预言的细节。试想，新冠疫情爆发时，无声无息的病毒肆虐全球，许多人猝然倒地身亡。为了阻断病毒传播，各大城市封城锁国，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怨声载道，这不正是无需火焰即可杀人，整城不是居住的真实写照吗？未来的冲突中，如果有人大规模使用致命病菌或毒气，那将比核弹更险恶，因为你甚至看不见危险从何而来，就可能失去生命。帕克的话给人当头棒喝，原来我们以为最恐怖的末日景象，并不一定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呈现。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或许更隐蔽，更难以防范。在帕克遥望的未来图景中，中东的战火还不会是唯一的战场，更大规模的冲突在地平线上酝酿，其中一场牵涉广泛的战争将发生在南亚。帕克预言，伊斯兰世界将对印度发动一次圣战式的进攻。令人震惊的是，带头挑起这场战争的竟然是中国。未来某个时刻，中国会联合10多个国家一起向印度开战。帕克明确提到，加入公印联盟的国家总数是14个，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这意味着13个穆斯林国家在中国的号召下组成联军，企图征服南亚次大陆。然而这场席卷南亚的惊世之战，最终的胜利者将会是印度。帕克没有详细描述战争过程的细节，但肯定地说，印度将奇迹般地抵挡住联军的攻势，撑到最后赢得胜利。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将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在印度的从中调停和监督下，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将放下仇恨，实现某种程度的统一，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联邦或共同体。曾经遍布战乱和教派矛盾的中东中亚地区，会在印度的影响下走向和解与融合。而另一方面，印度本身则会借由这次胜利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更加举足轻重的强大力量。历经这些连绵不绝的战火与灾难洗礼后，许多国家的政权都将摇摇欲坠，尤其是那些长期由少数派专制统治、民怨沸腾的国家，最终将一一崩解倒台。帕克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将首当其冲，这个超大型国家可能会像苏联解体那样4分5裂，分裂成若干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在他看来，中共专制统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冰川消融般的内部崩坏从2026年就开始逐步显现端倪，之后会越演越烈，直至不可收拾。不过帕克也强调，以上这些惊涛骇浪级的巨变，多半要在2030年之后才会尘埃落定。在那之前的几年，整个国际局势仍然动荡不安，而中国在倒台前夕仍会不断对外挑衅声势，试图转移国内矛盾。根据他的预言，在2028年到2029年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终于会私下伪装，直接与美国和西方爆发正面军事冲突。这场东西方对决的诱因很可能就是从东亚某个引爆点引发的，极可能是由台海战争升级而来。可以想见，如果北京当局铤而走险对台湾动武，美国势必军援介入，而作为盟友的俄罗斯也可能趁机在欧洲或其他地区牵制北约，最终演变成中国加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4国大战局面。这4国或许指的是美、中、俄，再加上一个关键强权，可能是印度或欧盟领袖国。无论如何，这将是一次足以改写文明史的终极对抗。一旦这场前所未见的世界级大战打响，对美国内政的冲击也是可以想见的。帕克特别提到，由于战火燎原，美国总统大选将无法按常规进行。在战时体制下，2028年的美国大选不是被迫延期，就是投票过程严重受干扰，最终难产。然而祸不单行，就在美国焦头烂额应对战事之际，天上降下一场更令人绝望的灾难。帕克预见到一颗巨大的天外陨石将在那段时间飞掠地球，它与地球几乎擦肩而过，险之又险的没有直接撞上，但还是有一些碎片脱离本体坠向地表。
虽然主体陨石勉强掠过，可那些高速坠落的大块碎片依然可能酿成可怕的灾害。帕克推断，其中部分陨石将坠入海洋或陆地，造成强烈的冲击和爆炸。如果那时碰巧有巨型飓风正在美洲上空肆虐，那么情况将更为不堪设想。狂风吹起陨石燃烧产生的烈焰与尘埃，在广袤的土地上洒下火雨，引发大规模火灾。地壳受冲击震动，进而可能引起地震甚至海啸等次生灾害。一场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将降临在美国头上，社会秩序雪上加霜般的陷入瘫痪。帕克描述的这一系列景象让人不寒而栗。我们仿佛看见在那关键的年份，美国国土上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天空又坠落火星。一边是人为的杀戮冲突，一边是自然的无情怒火，两相夹击之下，曾经强盛的美利坚也不得不踉跄避其锋芒。面对战争与天灾同步降临的国难，美国将被迫进入非常状态。帕克预言，届时美国朝野各方将紧急组建一个全国性临时委员会来应对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这类似战时内阁或紧急委员会的机构将掌握全权，调动各种资源保卫国家渡过难关，而原定的总统选举进程也不得不搁置在一旁，选举日可能被推迟，或者即便投票了也无法及时统计出结果。总之，新总统无法按期在隔年年初就职，美国将进入一段特殊的过渡期。在这种情况下，现任总统不得不继续留任，带领国家挺过战争与重建考验。根据帕克的剧本，新的民选总统要到2030年才能正式宣誓就任，而川普作为2024年赢得大选并连任的总统，帕克暗示了川普将重返白宫，但我们暂且保持开放态度，将因此被动延长任期，在岗位上多履职1年左右，直到新旧权力顺利交接。这额外的1年，正是川普传奇生涯中的第3个任期由来。换句话说，他的再次执政不是靠修改宪法硬拼出第3届，而是一场国家危机造就的非常任期。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当年美国第1任总统华盛顿在战后亲手缔造了总统任期制的传统，如今200多年过去，另一位总统却可能因战乱而打破常规延任，冥冥中自有天意的安排。当然，川普个人的政治前途如何，终究还要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和事态的演变。但帕克相信，无论川普未来在位长短，他所代表的那股川普主义将在美国政坛长久地影响下去。因为帕克看见，接替川普的新总统依然会是一位共和党人，而且在某些关键理念上会延续川普执政时代的路线。那么这位承先启后的新领袖究竟是谁呢？帕克在2月下旬发布的预测影片中，与另一位来自印度的纳迪预言专家维尼塔联手揭晓了一些线索。他们都认为，未来的美国总统既不会是现任的副总统。帕克提到一个名字万斯，或许指川普时代可能的副手人选，但总之不是我们熟知的现任副总统，也不会出自川普家族内部。换言之，川普的子女如伊万卡、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等都不在这张预言蓝图中，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位拉丁裔移民后代的男性。这个人出身平凡，当选前并非政坛老将，甚至既非华府圈内人，也不是商界巨擘，毫无深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就如同当年的川普以政治素人之姿入主白宫一样。这位拉丁裔新星也将是横空出世，让所有人跌破眼镜。为什么是他呢？上天为何选中一个年轻的拉丁移民后代来掌舵美国？帕克给出的答案令人深思，因为他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宗教信徒，品行端正，诚实正直，具备许多优秀的品德。简而言之，这将会是一位内心向善、怀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如果让这样一个胸怀慈悲与信仰的人来领导美国，整个国家或可因此躲过更多劫难。维尼塔从印度古老智慧的角度做了补充说明，一个国家的领袖若品德高尚，心怀善念，确实可以为国家减轻业力带来的恶果。在东方哲学中，有种思想认为，我们所遭遇的灾祸其实都是自身或集体业力轮报的结果，做了不善之事，终将以苦难偿还。不论是整个民族的浩劫，还是个人面对的不幸，背后都蕴藏着因果。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位仁慈之人，以善念治国，
他就能替全国人民承担和化解部分恶业，让这个国家的灾祸减轻甚至转危为安。这便是上天挑选善良之人执掌乾坤的深意。如果帕克和维尼塔的预言成真，美国在经历战争和动荡后迎来的下一任总统将会是这样一位充满正气与信仰力量的人物。可以说，全美人民都会因此受惠，获得更多福分，迎向一条更加光明的道路。有趣的是，维尼塔还进一步预测，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这里指2026年秋季的国会期中选举，同时一些州长选举也会进行，居然会爆出一个惊人的冷门，一向深蓝的加州将翻盘，选出一位共和党籍的州长。而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位打破历史的州长还将是一名印度裔女性，同样是一位笃信正统佛法的人。要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经济最强、人口最多的州， GDP 长期高居全美第一，放眼全球也是仅次于美中德的世界第4大经济体。然而加州在政治上长期由民主党把持，路线日益自由派和世俗化。在这片以开放多元著称的土地上，居然会诞生一位虔诚修行东方哲学、理念保守的印度裔女州长，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如果这预言成真，那可真是破天荒的巨变。但若从业力和善念角度看，这倒是和未来总统的人选异曲同工。美国最重要的州将由一位怀抱信仰与仁爱之心的领袖治理，而整个国家也将迎来一位虔诚谦逊的总统。如此一来，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美国都将由品德高尚、信神敬天的统治者领航。这样的组合必将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福泽，替这片土地开启一条走出黑暗的康庄大道。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前景虽光明，但当下我们仍深陷黑暗之中。然而帕克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强调，虽然眼下我们正经历着动乱和苦难，但熬过最黑暗的夜晚，黎明终将到来。他预言2030年之后，世界会迎来拨云见日的时刻，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建立在前面那些巨变之后的人类集体转变。战争结束，灾难平息，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将萌生出精神苏醒的嫩芽。帕克相信，一场全球范围的灵性觉醒将随之发生，人们开始反思这些年的苦难意义，转而追寻更高的心灵目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口中的佛法复兴。他提到佛法时，用的是梵语原词，直译在印语中。佛法 Dharma 并非狭义指佛教教义，而是宇宙的法则、大自然的规律，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也是每个人灵魂肩负的使命。维尼塔进一步解释说，佛法不是某种宗教派别，而是一种宇宙间运行不息的正道。如果我们顺应这个正道，世界将恢复秩序与和谐；若一味违逆，自然就会招致灾祸。经历过生死存亡的考验后，人类终于将重新敬畏天地，重拾对宇宙真理的信仰。帕克补充形容说，佛法就好比人生的精神引擎，一旦启动，它可以引领我们突破自身局限，进化到全新的境界。在不远的将来，一批圣人和灵性导师将会出现，引领人类迈向觉醒。这一天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到来，而那些圣者并非虚无缥缈的神话人物，他们很可能早已在我们身边，只是尚未被世人识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并投身精神追求，也许每个平凡人都有潜质成为觉醒者的一员。帕克语带振奋地宣告，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眼前纵有灾难频仍，并非上天要惩罚我们，也并非要让我们徒受痛苦，而是为了激发我们内心沉睡已久的觉知与善念。这其实正是预言存在的意义。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圣贤之所以留下预言，并不是为了吓唬世人，而是希望在黑暗降临前为后人点亮一盏明灯，让我们对未来有所准备，并在困境中坚守正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也许唯有穿越劫波，我们才能真正淬炼出新时代的智慧与精神。帕克对此深信不疑，他坚定地表示，光明的未来一定会到来，人类终将迎来更美好的世界，进入预言中所描绘的黄金盛世。亲爱的朋友，听到这里，你是否也对未来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花？也许我们无法证实每一则预言的真伪，
但它们带给我们的启示却弥足珍贵。如果一场灵性的觉醒确实正在路上，你相信它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吗？而假如黄金时代真的只剩下短短几年就会降临，在未来的4年里，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做出怎样的准备来迎接它呢？这些问题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思考。或许改变世界很难，但我们至少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开始，抛却偏见与仇恨，选择善良与正直，培养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感恩。当足够多的人完成自身的心灵进化，人类社会的整体意识便会水涨船高，那时新的纪元将自然而然地敞开大门。2026这一年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乙巳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
认为洪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近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期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
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百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
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他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亦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疑、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
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交织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
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就在不久前，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的英国灵媒帕克预告了2026年将有巨大的巨变，日本上空可能出现巨型毒气云，美中俄之间爆发一场间接战争，甚至国际领导人将面临致命危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描述竟然和古老的印度纳迪叶预言不谋而合，同时还有其他预言体系指向相同的时间点和地区。三重预言的惊人重合，到底是巧合还是命运的警讯？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这条时间轴，看看帕克是如何描绘即将到来的巨变，以及这些预言之间又如何互相印证。首先，我们从帕克的背景开始说起。帕克是英国知名的预言家与灵媒，因多次成功预测世界事件而闻名，被许多人称为当代的诺查丹马斯。他早在2015年出版的《来自宇宙的讯息》一书中，就曾写下过一段惊人的预测：未来某一天将出现一团巨大的有毒气体云，威胁到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性的惊恐。当时这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什么毒气云竟能覆盖一国，引发全球恐慌？会不会只是比喻某种经济风暴或瘟疫？时间过去将近10年，没有人把这预言当真。然而在最近，帕克再次提到这个毒气云，而且说它极可能在2026年成为现实谱，而且地点就锁定在日本。帕克的最新灵视显示，日本周边海域恐将发生剧烈的海底火山喷发，从海底释放出巨量的有毒气体，形成一团足以覆盖广袤区域的致命毒气云。想象一下，火山不仅喷出岩浆与火山灰，还有无色无味却能夺走生命的有毒气体，如同幽灵一般在海面上扩散。这团毒云将随风飘向东北方向，飘过日本上空，甚至可能波及更远的地方。帕克特别警告，这团毒气云不只威胁日本本土，连俄罗斯、远东甚至阿拉斯加等周边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一国之地笼罩在毒雾之下，人民无法呼吸，交通瘫痪，国际求援讯号四起。稀奇，这画面仿佛末日电影情节。但帕克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时间和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真的会面临这样的灾难吗？亦或这只是耸人听闻的灵异幻想？让我们更深入这个预言的细节。帕克并不是随口乱说，他的依据之一来自神秘的印度纳迪叶古老预言。纳迪叶是印度古文明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预言手稿，相传由先贤透过灵性洞察刻写在棕榈叶上，详载后世的重要事件。帕克透露，他翻阅了数百年历史的纳迪叶叶片时，竟发现上面记载着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词汇——亚玛，音译亚玛。在古老的预言中，亚玛是一处将来灾厄发生的地名。这是什么地方呢？纳迪叶的预言手稿年代久远，当时没有现代国家的名称，但帕克凭借历史知识和直觉推论，
认为亚马指的正是日本古称大和 Yamato， 也就是说，在印度古预言里早已隐约提到了日本将有巨大异象出现，而对照帕克自己的灵视，两者不约而同都指向日本上空出现巨大云团的场景。一个现代灵媒加上一个古文明神谕，跨越时空，异口同声地警告日本将被毒云笼罩，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不禁让人背脊发凉。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暗示这场灾难可能不是纯天然的。他提出一个惊人的可能性，毒气云背后也许潜藏着人为引发的阴谋。怎么会有人为的制造火山喷发呢？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然而帕克提醒，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战争时代，大国角力不一定用传统的导弹和枪炮，也可能透过操纵自然来达成军事目的。换句话说，一场海底火山爆发，如果有人能推它一把，使其提前或更猛烈的喷发，表面上看是天灾，其实是精心策划的袭击。这就是帕克所说的间接战争的开端，以看似自然的方式对敌国造成毁灭性打击，却不留下开战的罪证。想象那画面，某个清晨，日本人惊恐地发现天空飘来一片诡异云层，没有火光，没有爆炸声，却带来致命毒气。一时间人心大乱，政府紧急疏散，经济活动停摆，全世界屏息关注，而幕后黑手则冷眼旁观这场天谴，丝毫不用负任何国际条约责任。这是一种比核弹还可怕的攻击方式。过去人们传说过气象武器、地震武器，如今帕克的预言正指向这样的阴影。战争可能已经悄悄开打，只是用了大自然当作伪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2026年的日本将成为一场新型战争的第一战场。可怖的不是看得见的军队，而是看不见的毒云。在这场战争里，中美俄三大强权之间不会直接宣战对轰，取而代之的将是各种暗潮汹涌的间接对抗。帕克用他的灵视和占星知识描绘出2026年国际冲突升温的时间线。在2026年3月中下旬，世界局势将面临一个危险的引爆点。他引用印度占星术的推算指出，3月25日那天，太阳与土星呈现合相。在占星学里，这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冲突能量聚集。帕克预测，从3月15日之后开始的那几周，国际政治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危机事件。届时，某些大帝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公开威胁，甚至拘禁较小国家的领袖。局势紧张到极点，甚至传出领袖遇刺的惊人消息。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帕克提醒，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这种苗头。例如，近年来国际上政变与暗杀的传言不绝于耳，几个大国在地缘冲突中扶植代理人，策动飓风般的政治风暴。在帕克眼中，2026年可能出现一次真刀真枪的高层斩首行动，不是全面开战，而是对个别领袖的精准打击。他甚至点出，中东某个集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遭到秘密的清除。这个暗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朗。伊朗的宗教领袖与政权稳坐多年，但近年来民间反抗声浪渐起。如果外部势力伺机而动，不排除真的对伊朗领导层下手。帕克特别强调，他先前对伊朗爆发革命、委内瑞拉政局巨变的预言正在逐一应验，所以对这类事件他有十足的信心。也就是说，在明年春天，我们要留意某个政权的首脑突遭不测的新闻，这可能就是世界引战升温的信号。那么3月危机之后，世界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吗？帕克的看法是，冲突会升级，但形式将是间接战争，也就是不宣而战，避开全面核冲突，而以局部代理人战争或隐秘袭击的方式进行。帕克指出，其实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三方的对峙早就在地平线下酝酿了。他预见中国和俄罗斯将在暗中结成更紧密的军事同盟，联手对抗美国的影响力。这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近年来中俄走近、联合军演、能源同盟等等迹象显而易见。而帕克预言，在2026年，这种新冷战阵营会变得更加明朗，甚至正式化。美中俄之间不太可能直接宣战开打，但会透过各种代理冲突来较量，比如在第三国战场上一较高下，或是在经济、科技领域
互相出招，甚至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利用天灾人祸达成战略目的。因此，我们也许不会在新闻上看到某月某日三国正式宣战的头条，但会看到此起彼伏的区域战火和离奇事故。这就是帕克描绘的间接战争图景。表面上世界各强国还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关系，背地里早已刀光剑影，你暗算我，我反击你，只是都披着别的外衣。帕克进一步为我们标示了2026年最危险的一段时期。他提醒道，从4月中到11月中是全球动荡与天灾高发的极度危险周期。这段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世界仿佛进入多事之秋，各种动荡事件可能交织出现。我们可以推测，既然帕克说3月有政治冲突引爆点，4月至11月或许就是冲突发展和扩散的阶段。同时自然界也不安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月12日这天，帕克点名这一天是非常凶险的出发点。为什么是8月12日？原来那天恰逢农历新月，而根据占星计算，木星、太阳和月亮将齐聚在巨蟹座，三大天体汇合在代表水与家的巨蟹座，再结合新月引动潮汐与地壳的引力效应，帕克认为这种天象可能对地球产生重大影响。他形容8月12日前后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时间窗，极端的自然事件可能就在那时候发生。我们不妨联想，会不会就在那个夏末时节，日本海底火山突然剧烈喷发，毒气云随风浮现，或者是哪里出现大地震、大海啸，甚至是一场新的疫情卷土重来。虽然具体细节未知，但帕克的语气让人心头一紧，仿佛2026年盛夏将上演一场天摇地动的大戏。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帕克预言的两大主线，其一是政治、暗战与刺杀阴云，其二是自然灾害连环爆发。更令人不安的是，帕克在预言中暗示，这两条主线可能并非独立平行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人祸与天灾或许相互交融，让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我们之前提到毒气云可能是人为引发的灾害，这正是一个例子，天灾成为了战争武器。帕克还举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对抗美国，他们未必直接与美军开战，但可以在其他战场上牵制美国。同理，他们也可能针对美国的盟友下手。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如果遭遇毁灭性灾害，美国将腹背受敌，手忙脚乱。这样的间接打击战略价值极高，而成本低廉，难怪帕克会特别提醒日本的灾难可能是战争的一部分。换言之，2026年的自然巨变也许正是某场隐秘战役的兵器与硝烟。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帕克还预言了另一场重大灾难，南印度的超大海啸。他在灵视中看见，在2026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大约10月或11月，印度南部的沿海地区将遭遇一场毁灭性的海啸袭击，那将是巨大能量释放的结果，可能源自一次强震或海底板块剧烈移动。这项预警同样并非空穴来风，帕克透露，这个讯息其实是透过纳迪叶传达给他的。根据帕克的说法，印度教神奇湿婆 Shiva 在纳迪叶预言中提及了南印度的大水灾。湿婆是毁灭与重生之神，如果他透过叶片向后世示警，想必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同时也隐含之后重建的新生。纳迪叶的守护神与帕克的灵视再次对上号。南印度的确长久以来被认为有发生巨震海啸的风险。历史上，比如1881年马德拉斯的巨震，2004年印尼大海啸波及印度，南印沿海深知海洋无情。而帕克特别指出，年底前后，印度洋将有不祥之兆，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这场海啸预言。如果真有如此超级海啸袭击南印，对整个印度次大陆乃至周边国家都将是一场人道与经济双重灾难，也许数十万计的人将流离失所。我们只能希望这预言永远别实现，但听到这样精确的警告，不由得不心生戒惧。读到这里，你或许感到压力沉重，毒气云、暗杀、战争、地震、海啸，仿佛2026年被描述成一幅末日年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帕克并没有给我们一幅绝望的未来图景，
反而在预言的最后给出了一丝光亮与希望。这也是帕克预言的一大特色。讲完灾难后，总会告诉人们劫难并不可怕，因为大灾之后有大生机。他相信这些灾劫其实是人类觉醒的契机。在预言中，他强调有一种高于政治和自然的灵性能量一直在守护着我们。那些看似毁灭性的事件，其实不是为了终结世界，而是为了引发伟大的觉醒。什么意思呢？帕克解释，人类并非无能为力的受害者，每个人都拥有透过积极的意念、善行和灵性连结来改变未来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在面对灾难时保持团结、善良和正向的信念，集体的祈祷与意志可以减轻灾难的威力，甚至化解某些劫数。他甚至用了因果业力的概念，我们的正向意识可以抵消业力带来的负面效果。在帕克看来，人类本质上是光之生命，每个人在精神上都相连。当全球共同面临严峻考验时，只要我们不陷入恐惧和仇恨，而是选择灵性上的团结，那将成为改变周遭事件的最强大力量，胜过任何武器或阴谋。这番话听起来很玄，但也给绝望中的人带来一丝安慰。毕竟，预言的意义不正是未卜先知，以便让人们防范于未然吗？如果灾难注定降临，我们至少可以提前准备，心存善念，把伤害减到最低。而如果灾难是上天给人类的考卷，我们用爱与团结去作答，或许就能改写结局。帕克相信未来并非钢铁铸成，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被我们集体的自由意志所影响。换句话说，预言显现的可能性越可怕，我们越应该以积极正面的行动来对抗它。就像黑夜越深，星光才越显得耀眼。这番黑暗中的希望论调让人想到许多宗教和精神领袖传递的信息：危机即转机，破坏预示着重生。有意思的是，帕克并不是孤独地唱这出灾难与救赎的独角戏。近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预言和占星消息，竟然罕见地一致指向2026年这个关键年份，仿佛众口一词地警告着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度古老纳迪叶预言算是一个。除此之外，被称为印度神童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预言者布兰登，也在不约而同地强调2026年的特殊性。如果说帕克代表的是西方灵媒传统，纳迪叶代表东方古老神谕，那么阿南德则是现代吠陀占星术，布兰登则带有基督信仰色彩，三个完全不同的预言体系，居然交织出相似的警讯，这绝对耐人寻味。先来看阿南德。阿比吉亚·阿南德是印度近年来走红的青年占星师，虽然年纪轻轻，因预言准确被称为神童，却多次预测国际大事，有惊人命中率。近期他在 YouTube 上发布了对2026年的最新预言，明确指出2026年将是全球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捩点。这可不是小事件的级别，而是几个世纪才出现一次的大变局。他特别点明了4个高风险地区：中国、日本、北韩和菲律宾。也就是说，亚洲东部是风暴眼所在。阿南德警告，2026年里的4月、7月和11月是3个需要特别警惕的关键时段。在这些月份里，可能发生牵动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他进一步解释，要留意中国西北与东北地区的动荡，这暗示新疆或东北亚局势、菲律宾的地缘安全，以及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巨变。如果北韩有什么关键变化，例如政权更替或挑衅行动，那影响恐怕不只局限在朝鲜半岛，而会波及整个亚太，甚至全球安全架构。听到这里，你是否发现阿南德和帕克的预警有许多共鸣之处？帕克说中国会和俄罗斯结盟对抗美国，阿南德也点出中国和北韩这些亚洲共产国家在关键名单里。帕克说日本有大劫难，阿南德也直指日本是高风险国。帕克提到3月下旬触发冲突，阿南德则将重点放在4月、7月、11月，时间略有差异，但都认为上半年开始乱，全年都有大波折。在地点上更是惊人的重叠，东亚，尤其中国势力范围相关的地区，都被这两人高亮标注。两人方式不同，一个灵视，一个占星，却画出了相似的战力图景，令人不得不陷入沉思。难道2026年
真有某种东方危机在酝酿。再看看美国的布兰登·比格斯是一名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预言家，被称为守望者。他经常发布一些来自祷告和意象的讯息。在一系列分享中，布兰登同样提到了2026年前后世界将面临的巨变。他特别谈到与中国有关的象征性意象，例如他曾提及决策之谷 Valley of Decision 这样的景象，暗喻世界正走到一个抉择点，还谈到可怕的技术正在崛起，让人联想到高科技战争或集权监控。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也预警过澳洲、美国等地将感受到远方风暴带来的震荡。在近期关于2026年的讨论中，布兰登直接把焦点指向中共政权的命运。他认为这个庞大体制将出现结构性的动摇甚至崩解迹象，而且布兰登的语气透露出一种宗教寓意，仿佛暗示上帝对集权暴政的清算时刻将至，中国将迎来历史性的转向。这与阿南德和帕克所提的中国动荡相呼应，只是角度一个从灵性审判出发，一个从星象风险出发，一个从地缘博弈出发，殊途同归，都把2026年描述为中共体制和整个亚洲秩序的关键年份。当三重预言出现如此罕见的重合，我们不得不细思其中蕴含的信息。三个不同文化、不同信仰背景的人，宛如盲人摸象般，从各自角度触及了同一头大象，那头潜伏在未来的危机巨兽。这是纯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中有股力量在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人类敲警钟？理性或许告诉我们别太迷信，可连科学家都说，一次是偶然，2次是巧合，3次就是必然。当帕克、纳迪叶、阿南德、布兰登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2026，投向亚洲，我们真的能置若罔闻，当作笑谈吗？或许上天在不同的语言中重复着同一个讯息，只等待有缘人去倾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预言者并非只带来灾难的吓人预告，他们也都提到了危机中的机遇。前面说过，帕克强调大灾有大觉醒，而阿南德则补充了另一层乐观视角。他指出，2026年可能是医疗、科技、数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换言之，人类在惊涛骇浪中不见得只有沉沦，还可能迎来创新的高峰。例如新疗法的发现、AI 技术的飞跃、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都可能在那年涌现，为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这听起来和帕克所说的伟大觉醒不谋而合，不管用什么词，其实都指向黑暗中的光明。布兰登作为基督徒，则相信上帝的计划自有慈悲的一面，动荡之后或许是信仰和道德重整的契机。可以看到，无论东西方的预言，最终都没有把人类推向绝境，而是给出了一条自救或被救的曙光之路。或许这正是预言存在的意义，提醒我们危机将至，但也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改变自己，去迎接新世界。说到这里，回顾我们刚刚描绘的未来图景，你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又怕又期待的矛盾心情？怕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灾难与冲突场景，天空飘毒云，大地裂巨浪，刺客的子弹和阴谋的匕首都在暗中寒光闪闪。期待的则是人类或许能从中觉醒，科技文明再上层楼，迎来新纪元的曙光。2026年究竟是黑暗深渊还是黎明前夜，这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书写自己的集体命运。帕克等人的预言就像提前送到我们面前的一份考题，答案并非铁板钉钉，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作警示，从现在起就加强国际合作，监控火山地质活动，预备防灾计划，甚至推动大国对话，避免冲突升级。同时，每个人也能努力提升自我的心智与灵性，用冷静理性对抗恐惧谣言，用善良团结对抗仇恨分裂。或许很多人不相信预言，他们会说，预言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确，历史上预言误判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不应该盲从迷信。然而，也有一些预言准确的令人头皮发麻，让人怀疑世间是否真有第六感或超自然信息场。帕克过去的成绩单上就有几笔漂亮的记录，他成功预见英国脱欧、公众人物离世、美国动乱等事件，他预告伊朗民众的反抗终将爆发。
如今也逐步成真。因此，当他郑重其事地宣称2026有如此多劫难时，我们不能不将信将疑地提高警觉。当然，预言从来不是让人陷入宿命论的工具，恰恰相反，它应该激发我们的能动性。如果真的害怕预言成真，那就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来改变它，不是吗？正如帕克所说，人类并非任灾难宰割的羔羊，而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光之生命。我们完全可以选择相信更美好的未来，然后付诸行动去创造它。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当下，现在离2026年关键时刻不到1年时间。日本富士山脚下依旧风光明媚，东京街头人来人往，人们或许还没听说过什么毒气云的可怕预言。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中东的局势仍在动荡，某些领袖正高坐宝座发号施令，全然不知自己名字是否已被命运写在了暗杀名单上。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北京，政客们继续着权力的博弈游戏，表面波澜不惊，暗地机关算尽，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正和平地度过每一天。有人期待着明年的计划和梦想，有人忙碌于眼前的柴米油盐。如果不是预言家的提醒，谁会料到云端上、星辰间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全球性的风暴？也许大多数人依然会选择将这些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置之。但也许在笑过之后，我们心里会多留个念想，未来1年要不要多长个心眼儿，关注一下火山活动和极端天气预警？要不要留意国际新闻里那些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万一真的发生什么大事，至少我们不会太惊慌失措。预言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它让我们对未知的未来产生想象，既有恐惧也有希望。帕克的惊悚预言辅以纳迪叶和其他先知们的印证，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2026年图景。我们无从确知这图景是否会成为现实，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谨慎与勇气。谨慎让我们提前防备可能的风险，勇气让我们即便身处风暴，也坚信人类的智慧与善念足以渡过难关。当巨型毒气云如果真地遮天蔽日时，我们要相信总有人会站出来寻找解毒的办法。当间接战争的黑手乱舞时，我们也要相信人类终究向往和平，不会让世界毁于一旦。让我们带着清醒而积极的态度走向2026年。毕竟，正如帕克所言，大灾难并非世界末日，而是新希望的开始。也许经过烈火淬炼，人类社会将蜕变出新的形态。我们期待着灾难预言最终被化解，人们在惊险中觉悟，在乱局中找到新秩序。当未来成为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这些预言时，希望能够欣慰地说，幸好我们努力了，改变了，而那些最可怕的场景没有发生。倘若如此，那将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奇迹。而如果不幸有部分预言真的发生，我们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与行动上的准备，用爱和勇气去迎接挑战。无论如何，2026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一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剧码就要开场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剧的参与者与编剧。现在就让我们怀抱希望，又不失警觉地走进未来，用行动去书写属于我们的结局。人类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信不信由你，时间终将给出答案。就在不久前，中国多个地区的监控摄像头和网友视频记录下令人心惊的场景。某些城市上空突传巨响，震得建筑窗户砰的一声碎裂，还有战斗机贴着屋顶般低空呼啸而过，发出刺耳轰鸣。一时间，枪声、炮声传闻四起，很多人不禁要问，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中国内部出现重大变故，甚至内战一触即发了吗？今天我们就从头揭开这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深入探讨背后隐藏的内情。事情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中共军队最高层的人事地震。2026年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这2名掌握实权的上将突然被官方宣布调查。作为仅次于习近平的军方2号、3号人物，张又侠、刘振立的倒台可谓震惊朝野，一时间军中人心惶惶。然而更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军中大地震后，中共军方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沉默。以往每当高官落马，
军队高层和各战区都会纷纷表态，拥护核心，以示忠诚。但这次直到事件发生多日，各大战区都集体噤声，没有像往常那样齐声向习近平表忠。军报和党媒对张又侠的消息也是三缄其口，没有第一时间高调批判，显得异常低调。这种罕见的沉默令外界嗅到了军心不稳的味道。然而，沉默并不代表风平浪静。就在张又侠被拿下后的短短几天内，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了军队异动的迹象，而且都被眼尖的老百姓用手机或监控录了下来。首先引人关注的是一连串神秘巨响。1月27日傍晚，山东省莱芜市上空传来一阵阵战机掠过的轰鸣声，接着响起巨大的爆炸声，震动四野。1月28日清晨，山东潍坊市民被持续的未知巨响惊动，巨响断断续续拖长，好像引擎轰鸣中夹杂着机关枪扫射或机炮连发的声音。有的人起初还以为是哪里放鞭炮，但很快就觉得不对，声响沉重密集，远非喜庆的烟花爆竹可比。潍坊当地网友纷纷在视频下留言，整个早上都轰隆作响，下午还在响个不停。有人明确指出，声音好像是从驻军部队那边传来的，不像是过节放炮。更惊人的是，这奇怪的巨响连续响了3天之久。1月29日白天没怎么停，1月30日半夜又是3声震天爆炸巨响，把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夜里被接连的哐哐哐炸响震得无法入眠，恐慌不已。为什么潍坊连日来炮声不断？要知道，潍坊并非普通城市，它是中共北部战区陆军第80集团军的驻地所在。第80集团军，其前身即大名鼎鼎的第38军，是驻扎华北的精锐部队。而这次连续3天的不明巨响，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军队在进行某种非常规的实弹演练或行动。当地有人猜测，莫非是军中出现异动，部队在试炮示威？巨响持续如此之久，范围如此广泛，显然不是普通事故。在当前政治敏感时刻，这一幕格外耐人寻味。不仅在山东、华北、华东乃至华中多地，几乎同一时间都出现了类似的异常动态。就在潍坊巨响传出的前后，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一些居民在1月28日也听到了4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随后还听见战斗机呼啸掠过的声音。专家分析，这明显是战机突破音障产生的音爆，也就是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巨大爆炸音。由于石家庄驻有中部战区空军的飞行学院，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战机紧急升空或特种训练导致，但普通市民哪管什么训练不训练，听到如此巨大的轰鸣，无不胆战心惊。再往南，江西省会南昌的一位网友在1月29日拍下视频，只见当天整个下午，南昌上空战斗机来回盘旋，几乎没停过。战机低空飞过时发出的刺耳轰鸣在城市上空回荡，仿佛战时场景，让居民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同一天，网上流出另一段让人瞠目结舌的短片。不知确切地点的中国某地天空中，20多架战斗机前后紧跟，成群结队的在低空飞行，轰鸣着掠过头顶。能连续出动这么多架军机，而且以如此低的高度飞越城镇，这在平时绝非寻常。许多人表示，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除了天空中的异象，地面上的军事调动也频繁出现。1月28日，有安徽的司机开车沿高速公路行驶，从徐州往温州方向，一路用手机拍下前方大量军用卡车编队行驶的画面。这些军车迷彩涂装，车厢用绿色帆布遮盖，满载士兵或军备，车队绵延数公里，气势汹汹地开往南方。隔天1月29日，又有视频显示，一列满载军用车辆的火车正开往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朱日和是亚洲最大的陆空军综合演习场，中共军队经常在那里进行实兵对抗演练。然而时值寒冬，并非常规大演习季节，为何突然有大批军车连夜运往朱日和？这不免令人联想，难道是为了集结兵力应对某种突发事态？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有视频显示军队的真枪实弹似乎已在地面上鸣放。1月30日下午5点53分左右，安徽有网友上传了一段现场画面，
一辆军用卡车横停在公路旁，周围传来密集的枪声和轰隆炮声，火光隐现。几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在路边高声喊话，从视频中可以清晰听到啪啪的枪响和砰砰砰的爆炸巨响此起彼伏，仿佛进入了战场。由于场面过于真实，有人惊呼，如果是演习，怎么可能不提前公告并封锁现场？难道真的要内战了吗？这段影片迅速在网上疯传，引发轩然大波。面对这离奇的连串军中异动，普通百姓和网友们开始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在拍到安徽现场视频的帖子下，评论区的讨论已经毫不避讳地指向内战两字。有人质疑，早上刚刷到河南那边也是鞭炮声声，暗指枪炮声，安徽又开始鞭炮齐鸣，演习会搞这么大阵仗吗？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大家心中的疑问。也有人追问一个名字，张幼霞现在怎么样了？被解救出来了吗？这个问题点破了许多人的猜测。现在各地枪声四起，莫非是有人马在营救被抓的张幼霞？随即有网友自答似的跟帖道，已经不是解救的事了，局面要失控。更惊人的评论出现了，各地军阀割据，好戏在后头。还有一些网友的发言几乎是公开在喊话发动政变了。有评论写道，一鼓作气拿下他，不要再被他骗了。这句话不指名道姓，但谁都听得出来，他指的就是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言下之意，似乎在号召军中有志之士抓住时机，把习近平一举拿下，结束他的统治。甚至有人直接猜测，这些难道是张幼霞的部下在行动吗？还有网友说，我刚在抖音上看，河南也有枪声，演习怎么不去戈壁滩？言下之意，如果真是正常军演，应该在西部荒漠进行，不会在中原闹市边缘真枪实弹搞演习。这些议论透出一个信息，许多人相信这绝非普通演习，而是中国军队内部出现了严重对立和冲突，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国多地同时有如此多军事异动，甚至传出疑似交火的声音。眼看民间传闻越演越烈，有关北京枪响和兵变的消息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有推特上的消息称，驻扎在河北保定的第82集团军，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第38军老部队，正向北京方向调动，坦克装甲车源源不断集结北上。甚至有传言说，支持习近平和支持张幼霞的两股军方势力已在北京及周边形成对峙。社交媒体上还流出了所谓实拍影片，画面显示疑似北京城郊出现坦克车队的黑影，伴随阵阵枪声，好像发生激烈交火。一些热衷时政的海外媒体频道更是用夸张的标题渲染，北京枪声震天，真的开火了。82军坦克装甲车杀进北京，中共末日宿命难逃。尽管这类消息无法证实，不排除有以讹传讹或夸大成分，但结合前述各地实实在在的意象，还是让许多人宁可信其有。毕竟中共内斗传奇过去常被认为离普通人生活很遥远，可如今连百姓家门口都能听到炮声，不能不令人往兵变、内战方面去联想。那么这一系列离奇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情？真有可能爆发内战吗？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整个脉络，抽丝剥茧，看看各种线索指向何方。首先，回到风暴中心的人物张幼霞。张幼霞是谁？他可不是等闲之辈。今年72岁的张幼霞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典型的红二代，军方太子党。由于与习近平的父辈有深厚渊源，张幼霞一直被视作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的亲信之一。2017年习近平19大军改时，张幼霞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跃居军队第2号人物。2022年20大更是破格超龄留任，可见习对他器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人，却在2026年新年伊始骤然落马，而且下场极其凄惨。据旅美企业家胡立任等人爆料，张幼霞被抓后遭受了严酷的虐待和逼供，他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大兴机场南边某中央警卫局培训基地，亲自坐镇指挥对他施行的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身边的大红人中办主任蔡奇。蔡奇手段强硬，据说连上将也不放在眼里，对张幼霞用了真刀真枪的酷刑，
消息称，张幼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恐怕结局会和当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一样凄惨。张幼霞一倒，震慑效果是有了，但同时也在军内引发强烈的寒蝉和反弹情绪。要知道，张幼霞身居高位多年，在军中牵涉的关系盘根错节，他突然被翻脸拿下，许多将领私下难免心生戚戚，连老将军红二代都保不住，还有谁是安全的？更不用说同时落马的刘振立是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负责人，掌管全军作战中枢，二人同时出事，意味着军委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一半。这样的巨变很容易造成军队系统的离心力和观望态度。一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形容说，习近平这一步等于自毁长城，把自己的左膀右臂都砍了，军方短期内士气和信任都将受到重创。那习近平为什么还是要对张幼霞下这么重的手？外界分析众说纷纭，我们可以概括出几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法一，涉及阴谋政变。有传闻称，张幼霞并非无辜，她之所以遭此劫，是因为她暗中策划了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计划，被习方面提前获悉，于是习先发制人将其拿下。有香港媒体放风称，张幼霞和刘振立是1月20日在北京中央党校开会时被当场逮捕的，全程非常顺利，并未出现公开对抗或流血，说明习氏突袭成功，张一派毫无还手之力。但也有另一种版本，认为逮捕过程中其实发生了一些波折和军中抵抗，只是不为外界所知。甚至有爆料说，张幼霞原本计划在春节后10天左右动手，结果习近平提前10来天就痛下杀手，将计划扼杀于萌芽。这一说法如果属实，那可以解释为何在张落马后，军中余波会如此剧烈，因为支持张的人措手不及，仓皇之下可能有人试图反扑或者营救。说法二，公台意见不合。有观点认为，张幼霞之所以失势，和习近平在对台开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传闻说，解放军原本制定了某年度攻打台湾的方案，但张幼霞等高层将领因种种考量延后，甚至反对执行，这让习近平大为恼火，认为张在消极待战，背叛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习决定撤换张幼霞等人，换上更听话的将领。这种说法尚无直接证据，但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一些迹象。张幼霞被拿下后，有美国政要判断，习近平短期内不太可能加速对台湾动武的计划，因为军内生变，他首先得稳住内部。而中共军报在张倒台后一篇异常措辞的文章中也提到要防范战争准备中的精神懈怠，这被解读为影射有人消极备战。不管真相如何，至少张与习在某些军事决策上存在龟裂，这可能是习痛下决心拿掉张的重要原因。说法三，清洗异己，巩固权力。还有分析认为，所谓分歧阴谋都是表面，习近平动手的核心原因只是为了巩固绝对权力，斩除一切潜在对手。张幼霞虽是习的亲信，但也许因资历甚深，军中威望高，渐渐让习感到不放心。特别是去年10月，李克强突然离世，胡锦涛在20大上被架离等事件后，中共高层权斗暗流涌动，习可能怀疑有人要对自己不利，于是索性对军中位高权重者来一次大清洗，以绝后患。张幼霞和刘振立作为军中仅次于习的实权者，首当其冲被拿下。据说张幼霞落马当天，中共内部同时还有神秘70人名单上的大批人员被逮捕，调查从军队将领到高级官员一网打尽，这活像史达林式的肃清行动，令人不寒而栗。中共政治局一名成员甚至私下感慨，习这是开启了第2次延安整风，大开杀戒，赶尽杀绝。可见许多官员也感受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气氛。无论真相究竟是哪一种，亦或兼而有之，结果都是习近平和军中一批高层之间撕破了脸皮，而这正是引爆后续军队异动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习近平当局肯定不放心张幼霞的人马，必须展示强硬姿态进行威慑和防范。另一方面，军内对习的不满和抵抗也在暗中酝酿。张幼霞被抓后，各战区迟迟不表态，就是一种消极对抗的信号。
军委一声令下，下面阳奉阴违，观望拖延，反映出不少将军对此次清洗心存异议。他们未必真有行动，但以静制动，以示表态。习近平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必须敲山震虎。那么我们再看此前出现的各种异象，就能理解其用意所在。战机频繁低空飞行，很可能是军方在进行紧急战备巡航，摆出高姿态震慑踌躇不定者，比如潍坊一带连日巨响，如果不是反常事故，更大可能是驻地部队在连夜实弹演练，以防范有变。同样地，石家庄音爆、南昌战机绕城，很可能都是各战区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的体现。因为一旦局势有变，制空权和快速机动是关键，得先把飞机飞起来，做好对地压制和拦截的准备。大批军车调动，则表明陆军力量也在集结。安徽高速出现南下军卡队列，或许是在向沿海或重点地区增派兵力，以防不测。火车运坦克去朱日和，则可能是将部分兵力转移至偏远演习基地，避免聚在城市附近引发误会或冲突，同时也方便集中监控那些部队，防止乱来。毕竟朱日和地处荒漠，远离政治中心，军队到了那里才好管束。那段安徽公路实弹声视频尤为耐人寻味，如果真是军演，怎会选在人烟相对稠密的公路旁？因此更可能是一场临时起义的武装对峙或示威。也许是某支军队在运动途中遭遇拦截检查，发生了紧张对抗，于是双方对空鸣枪震慑。也或许是军方干脆摆拍了一场热闹，用猛烈的火力声响来警告潜在的不服从者，看，我手里可是有真枪实弹，不要轻举妄动。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种场面都显示局势的紧张程度已经升级，枪弹上膛，进入实战边缘。再说传得沸沸扬扬的82集团军进京，传闻第82集团军前身是老牌劲旅第38军，驻守河北，历来是京畿重地的武装力量。在中共历史上，38军可是出过名的。1989年北京6·4风波期间，第38军军长徐勤先曾抗命拒绝带兵镇压学生，最后被撤职坐牢。38军由此被视为有独立意志、不那么听话的部队，如今改编为82集团军。这支部队再次被卷入谣传风暴中心。据称82军装甲车部队开向北京，就是要勤王。只是此勤王非彼勤王，有可能是效忠习近平进京保卫，也可能恰恰相反，是挺身拥护另一方张幼霞阵营，来和京城的中央警卫部队对峙。哪一种是真的，外界不得而知。但结局看来，北京并未发生公开冲突流血，说明就算有调动，最终也未进一步升级。更有分析指出，张幼霞和刘振利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抓的，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并未出现政变、军变、枪声或流血。换言之，习的突然行动没有受到现场抵抗。然而，这并不能让习高枕无忧，没有当场翻车，不代表事后没人暗中筹划反击。接下来看看金融市场和官场的反应。有意思的是，就在张幼霞事件发生的同时，国际金价连续3天大幅飙升。有金融分析师注意到，这一波黄金上涨恰逢张幼霞被拿下，中国市场出现明显的避险情绪。一时间，乱世买黄金又成为许多国人奉行的真理。从去年底开始，中国民间就掀起一股抢购黄金热潮，金条、金币供不应求。一些富裕阶层和高干家属在海外市场大手笔购入实物黄金，以对冲国内风险。这波金价狂飙被不少评论员视为大动荡的前兆，因为只有掌握内幕的人才会提前如此异动。而现在看来，内幕正是高层权斗导致的局势不稳。有媒体称，张幼霞出事后，中共官场迅速出现高官外逃潮。例如有消息传出，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已成功潜逃出国。如果属实，这将是多年来罕见的部级官员叛逃事件。结合今年以来坊间盛传的某些红二代家族向海外转移财产、办理他国身份的动作，一幅风雨飘摇前夕的图景浮现眼前。中共权贵们自己都在找退路，说明他们对政权前景充满担忧。普通老百姓虽然接触不到高层内幕，但通过这些天的奇闻异象，也开始隐隐意识到大事不好。有人戏言天要变了，其实这句戏言并非全无根据。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天人感应，朝代兴亡常伴随异象。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就频现诡异天象与灾异。北京上空出现诡异血红的晚霞，被一些人称作死亡之兆。四川等地大批鸟儿无故惊飞盘旋，甚至天空出现裂缝般的奇异光带。河南、山东等多地此前也多次传出过不明巨响，官方推说是音爆，却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古人云：国将兴，必有祥瑞；国将亡，必有妖孽。如今这些离奇现象被许多人解读为对政权不祥的预警，一些民间预言更是被重新翻出来热议，比如号称预测中共灭亡的帕克预言。据说一位叫帕克的海外预言家早前断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大事，中共政权将陷入内乱，走向解体。没想到张幼霞事件一出，不少人惊呼，帕克预言一步步应验了，甚至连中共自己过去试图抹黑的推背图等传说也因种种巧合重新获得关注。当然，预言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它反映了许多人的心态，大事或许真的要翻转了。那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内战会真的爆发吗？这么多迹象，难道只是巧合，一场虚惊，还是狂风暴雨的前奏？持谨慎观点的人认为，目前的种种军事异动更像是权力博弈的角力，尚未真正撕开内战的口子。毕竟一旦军队大规模对抗开火，就等于撕破脸，公开分裂，中共政权将面临垮台危机，这是习近平和反对他的将领们都不敢轻启的核选项。更可能的情况是，双方以试探示威为主，希望在不战而屈人之兵。习近平这边通过快速调动嫡系部队，亮肌肉来压服对方，而不满者那边则以局部抵制、按兵不动甚至小范围武力对峙来逼迫习退让或妥协。如果习掌控全局，对方无法形成组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或许会在幕后消化，逐渐平息。老百姓也许除了几声巨响，不会看到真正的军队内战。然而，也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如果习近平选择继续大清洗，将矛头对准更多军中要员，比如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甚至各战区司令，那些将领未必甘愿坐以待毙。人民报等海外消息来源称，张幼霞被抓，引发了军头静默反抗，拒绝表态党媒军报失语的空前局面，甚至传出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刚刚自杀身亡的惊悚传闻。虽然此类传闻真伪难辨，但足以显示军中高层人心惶惶。如果习再逼急一些，不排除某些掌握兵权者铤而走险，联手发难。尤其是一旦有多个集团军同时不受控制，各自为政，那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想象一下那幅图景，北部战区握有精锐重装甲部队，东部战区拥有海空军主力，南部战区兵多将广，中部战区守着京畿要地，西部战区坐拥远程火箭和边疆武装。如果这些大军区各自为战，现代中国恐将陷入192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以来未曾见过的内乱，那将是对中国人民极其惨烈的灾难。现代武器的杀伤力远非100年前冷兵器或轻火器可比，一旦开打，伤亡和破坏不可想象。而且中国拥有核武库和大量核设施，内战若起，核武的控制和安全也成未知数。这不仅是中国的噩梦，也是全球的隐忧。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提出另一种可能性，习近平或许会转移矛盾对外开战，以避免内斗升级。历史上，专制者面临内困时，有时会挑起外战，以转移视线，巩固统治。习近平是否会在内部不稳时铤而走险，比如对台湾发动冒险行动，以社会大团结的名义要求军内团结一致，逼反对者就范？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军队内讧实际降低了其对外战斗力。如果内部离心，对外战争只会是火上浇油，自取灭亡。所以习即便有此心，也得掂量掂量。美国国会有人推测，张幼霞的垮台降低了解放军近期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解决内部矛盾之前，习近平恐怕不敢轻启战端。相反，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稳住军心，化解政变风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看到他对军中怀柔拉拢一手，
震慑强压一手，暂时放缓对外冒进。综上所述，中国会否真的爆发内战，取决于习近平和军中反对势力双方的意志和抉择。如果习能迅速稳定局面，比如适当收手，安抚人心，或者对几个带头的将领快刀斩乱麻，先下手为强，那军中可能重新回到高压下的表面平静，内战危机暂时解除。但这也许只是把矛盾埋在地底，日后可能积累更大的火山。反之，如果习近平选择继续大清洗，将矛头对准更多军中要员，比如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甚至各战区司令，那些将领未必甘愿坐以待毙。人民报等海外消息来源称，张又侠被抓引发了军头静默反抗，拒绝表态，党媒军报失语的空前局面，甚至传出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刚刚自杀身亡的惊悚传闻。虽然此类传闻真伪难辨，但足以显示军中高层人心惶惶。如果习再逼急一些，不排除某些掌握兵权者铤而走险，联手发难。尤其是一旦有多个集团军同时不受控制，各自为政，那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今天中共高层的这场博弈其实是历史宿命的写照。中共建立政权已经70余年，自认为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内战频仍的乱世。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政权执政时间久了，自己内部开始腐化分裂，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高层撕裂，兵戎相见，几近眼前。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历史上一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每一个朝代走到末路，往往伴随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统治集团自己把自己搞垮。例如晚清时期，慈禧和洋务派、军方新旧派系斗得不可开交，导致朝政败坏，终于内外交困，满清垮台。再如国民党大陆执政后期，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等派系心生嫌隙，军心离散，给了中共可乘之机。历史似乎在轮回，这次轮到中共自己了。有趣的是，很多人发现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总有飞机参与。1971年林彪事件，林彪出逃时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成为中共史上最大未解之谜。现在2026年，张又侠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又是飞机无数战机呼啸升空，音爆巨响不绝，仿佛冥冥中昭示着什么。不知道这次的飞机声会不会成为中共历史转折的序曲？有迷信的人已经把这看作天意，好像命运之手这位黑客正悄悄改写着中国的剧本，把中共推向宿命的终局。话说回来，我们更愿意以理性角度看待当前中共内部的巨变和军中异动，其实是多年高压统治、权力过度集中所累积的矛盾大爆发。长期的专制积怨终于走到临界点，即便没有什么神秘力量干预，这也是大概率要发生的制度性崩溃。可以说，内战之云笼罩，正是中共统治走向衰亡的征兆。然而，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仍然充满变数。我们希望中国不要真的陷入军阀混战的悲剧，毕竟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普通百姓。同时，我们也知道，专制不除，社稷难安。眼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也许正是中国浴火重生前不得不经历的阵痛。目前，国际社会和各界国人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演变。可以肯定的是，2026年的开年对中国而言已是不平凡的开端。到底那些天际轰鸣的巨响和夜空掠过的战机，是风暴前的最后警告，还是虚惊一场的插曲？内战的幽灵是会被迅速驱散，还是逐渐凝聚成真实的黑云？未来数周数月，或许就将见分晓。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到关键路口，前方是撕裂动荡，还是找到出路，全赖中共执政者和国人集体的抉择。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看到希望的萌芽，越来越多中国人敢于对真相发声，比如网友们大胆讨论内战可能，这说明民智在开，有人不再盲从官方说辞，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一些军中人士的克制与犹疑，也显示他们未必愿意充当权力斗争的炮灰。如果各方有足够智慧和勇气，也许中国能避免最坏的内战结局，在巨变中走向新的转机。但如果倒行逆施者一意孤行，历史也将毫不留情地惩罚他们。总之，
内战疑云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当下政治危机的一面镜子。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惊心动魄的戏码如何收场，究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虚张声势过后偃旗息鼓？历史正在书写答案。我们希望中国不再重演100年前的动乱悲剧，更希望专制暴政早日走入历史，人民重见天日。7万万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即将迎来重要关口，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出惊险大戏的最终幕如何落下。无论结果如何，可以确定的是，2026年的这场风波将在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中国也许正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门槛上，等待那命运最终的宣判。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3个预言体系，竟然不约而同地将未来的焦点锁定在中国，而且瞄准的都是2026年这个特殊年份。印度的吠陀占星师、美国的基督徒先知以及英国的灵媒预言家，他们分别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星象推演、意象启示和通灵预知，却都指出中国将在2026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真的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世界的结构正酝酿某种深层次的转向，以至于连毫无关联的预言者都嗅到了同样的风暴？让我们深入挖掘这3大预言体系的内容，看看2026年的中国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玄机。首先要说明的是，2026年在许多预言中被视为结构性转折的一年，换言之，它并非寻常流年，而像是一座桥梁，承上启下地衔接2个时代。在印度神童阿南德的眼中，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改变大局的关键年份。他指出，根据吠陀占星的长期行星周期计算，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数世纪难遇的转换期，而2026年正是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人类可能经历系统性的大破大立，旧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创新和重建随之而来。这种破坏重生的周期过去也曾发生过，例如2020年前后，全球的巨变就被他视为此长周期的开端，如今延续到2026，会迎来结果逐渐明朗化的一幕。阿南德强调，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末日预言，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提早准备，因为巨变之中同样孕育着突破与机遇。阿南德，阿比嘎阿南德是谁呢？熟悉预言圈的人对他绝不陌生。这位印度年轻的吠陀占星师被称为印度神童，早在10几岁时就以精准预测疫情走势等事件而声名大噪。他擅长运用古老的吠陀占星学来解析全球运势。在他发表的2026年预测中，他语气冷静却信息量惊人。2026年将是一个罕见的结构性转折年份，世界格局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巨变。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提示是中国西北部存在一个重新被触发的重大地缘政治风险。也就是说，阿南德从星象中看到，中国西北部那块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对沉寂的区域将再度陷入动荡与不安。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西北？要知道，西北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方向，那里包括新疆以及与中亚、南亚接壤的广袤边境地带。近年来，这一地区表面上相对平静，但历史上却潜藏着许多未了的因果，民族与宗教的张力，边境纠纷的余波，以及大国角力的投影。阿南德的占星分析暗示，这片沉睡的火山可能在2026年被某种力量重新引爆。他用吠陀占星的术语说，这是沉睡的业力再度浮现，伴随着土星与拉胡北焦点的紧张组合，预示着突发性的动荡事件可能出现，而非长期战乱。这类型的星象往往代表内部压力点被触发，不对称冲突浮现，或者某种意识形态引发的震荡。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中国西北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时间虽不会太长，但冲击足以震动天下。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这重大风险会是什么？是否可能是新疆地区潜伏已久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例如内部出现骚乱或恐怖袭击，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还是说中国在西北边境与邻国，比如印度或中亚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被重新激化？想想看，就在几年前，
中印两国曾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爆发激烈的边境对峙，虽然双方很快降温，但那条边界至今暗流涌动。2026年会不会又出现类似的场景？也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例如新疆天山一带的大地震带来地缘政治后果。吠陀占星学强调的是整体格局与因果循环，不一定细指事件形式，但方位和时机都在那里。西北中国2026，当这些线索叠合起来时，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民族问题、边陲挑战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阿南德给出的只是一个坐标与一个时间窗口，但已足够引人深思。中国这头沉睡的西北猛兽是否将在转折之年被某种力量唤醒？阿南德之外，美国的布兰登则提供了截然不同风格的预言图景。如果说阿南德是透过行星轨迹洞察人间业力，那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则是透过宗教意象和梦启示在传达信息。布兰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所谓的守望者。他曾因准确预言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刺杀未遂而声名大噪，令许多人对他的意象刮目相看。如今站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的门槛上，布兰登反复强调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在最近的讲道节目中，他语气凝重地形容即将到来的事件，严重程度可比珍珠港事件，甚至犹如电影《红色黎明》里描绘的亡国危机。听到这样的比喻，难免让人心头一颤。红色黎明讲的是某种共产势力入侵美国，国内年轻人奋起抵抗的故事。布兰登提到这部电影，显然是将未来的危机比作特洛伊木马式的内部颠覆。美国可能不会被外敌正面击败，但内部的渗透已如慢性毒药般深入骨髓，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突然发作。听起来，布兰登是在警告美国面临一场来自内部的灾难。然而，这背后的黑手是谁？从上下文来看，他暗指的正是一股共产集权势力的幽灵。他在灵里看见大量人员早已潜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只等命令一下就会同时行动。他甚至具体描述了意象中涉及的地点：繁华的夏威夷檀香山商业街，人潮如织的佛州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都出现在他的画面中。那些象征欢乐与安全感的场所，反而成为阴谋者理想的目标，因为人们在这些地方最容易放松警惕。他警示说，渗透者可能伪造身份混入安保、清洁等内部岗位，以平民之姿待命。真正可怕的是，人们往往被固有印象蒙蔽，认为威胁只会来自明显的敌对者，却不知道最危险的敌人恰恰可能穿着你习以为常的外衣。如果仅仅是美国的内部危机，似乎离中国不相干。然而，布兰登的意向绝不止于此。在他看来，这场潜伏的阴谋其实与中国共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提到红色黎明描绘的是共产势力侵袭美国，何尝不是在暗示这背后站着的红色幽灵？而接下来，他更是直言算总账与审判的时刻临近。他说他听见灵界传来大量对话，感受到一种大清算将至的氛围。他描述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些长期玩火自焚的人会在公开场合突然倒下，无论是在街头、会议场合还是镜头前，都可能有人猝然倒地，命丧当场。这让人联想到什么？是不是预示那些作恶多端的权贵或高官会遭遇天谴般的下场？他的措辞仿佛在暗指，中共体制内那些累积恶行者将在2026年迎来报应时刻。布兰登强调，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会非常突然、非常快，让人措手不及。而他也提醒观众，不要用刻板印象去判断危机的形势，意思是，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可能不像传统战争那样明显，它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剧本。例如，一夜之间新闻传出某位平日高高在上的人物暴毙，或某地出现离奇的事件连锁，这些都可能是那场大审判的一部分。除了美国内部，布兰登的视野也扩及国际。他在意象中甚至看见某些国家与这股邪恶势力有所合作，点名提到了法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说他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配合放宽边境和移民通道，仿佛在为渗透行动大开方便之门。他的解读是，那些全面开放
丧失传统信仰根基的国家不是主要目标，真正的攻击指向是那些仍然坚守信仰与自由价值，仍在抵抗共产渗透的群体。很显然，他这番话矛头直指美国以及类似的自由社会，而这背后暗藏的敌人，在他眼中正是共产主义势力，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国集权体制的身影。就在2025年12月上旬，布兰登再次分享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他被上帝警告，2026年将出现5大层面的巨大震动同时降临。这5个层面分别是政治震动、金融震动、地壳震动、教会震动和天象震动。仅仅列出这些名称，就能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迎面而来。政治、经济、自然、宗教和天空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关键领域。同一年中，若这5方面都剧烈动荡，可想而知将是怎样的多事之秋。布兰登对这5大震动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细节，例如在地壳震动方面，他多次看到意大利出现巨大的地震与火山喷发，画面中不仅陆地上的维苏威火山怒吼，连海底火山也猛烈爆发，掀起滔天海啸，波及沿岸乃至内陆地区。连袖珍小国摩纳哥和宗教中心梵蒂冈都难以幸免于难。想象一下，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如果受到剧烈地质灾害冲击，该是何等惊世骇俗的景象。布兰登更提到一个细思极恐的讯息，他在异象中感知到某种可憎之事，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相关。这听起来相当神秘，仿佛暗示着科学领域可能有冒犯神明的举动，引发了天谴或灾祸。联想到宗教经典中的可憎之物立于圣地，预言不禁令人寒毛直竖。在天象震动方面，布兰登描述了大量末日般的画面，天空仿佛燃烧起来，云层着火，浓烟遮蔽日月星辰，大地上的植物枯萎死亡，海水剧烈翻腾，仿佛沸腾般冒泡，大量鱼类翻白肚漂浮。甚至他还看到疑似水下发生巨大爆炸，比如在百慕大三角外海、北美东海岸一带的海域，海面突然被巨响撕裂，水柱冲天而起，海水滚烫，随之而来的是岛屿上遍地尸骸，食物极度匮乏，高温肆虐，空气污浊难闻，俨然是一幅极端灾难降临人间的末日景象。当布兰登叙述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已不寒而栗，然而他的意象还未结束。在一连串灾变图景之外，他还看见了一个圣经中的著名意象——大淫妇。他说自己看见一名手戴七角冠冕的女性形象，与启示录中对淫妇巴比伦的描述如出一辙。圣经预言这淫妇象征一个与列国通奸、富甲天下又残暴败德的政权或集团。布兰登引用了经文中地上列王与他行淫，万民喝醉他淫乱的酒等句子，暗示着女性象征着现实中的某种政治权势结构。虽然他没有明言对号入座，但许多解读认为，这大淫妇正是隐喻当今盘踞世界的邪恶轴心，一个让各国领袖与之苟且交易、出卖道义换取利益的魔鬼势力。这会是指谁呢？有人联想到集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一个手握经济利诱与暴政机器的集团，不但荼毒本国人民，还以金钱与渗透让各国政客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人想到更广泛的全球主义黑暗势力。不管怎样，布兰登的意象将这女性的覆灭与末日灾难相连，意味着她的统治将告终结。从宗教角度解读，这似乎预示最邪恶的政权将在大灾难中走向审判。听完布兰登的预言，不禁让人脊背发凉。他预见的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而是一场牵动全球的正邪对决。在这场巨变中，中共扮演了邪恶势力的核心或帮凶角色，而2026年似乎是故事高潮。他提到红龙倒下，全球进入灵性大觉醒的景象，暗红色的巨龙隐喻共产集权，中国的红色政权正是那巨龙的化身。而当这恶龙终于败亡，人类将迎来灵性的复苏与觉醒，好比长夜终尽迎来晨曦。这番话听起来带着强烈的宗教诗意，却又与现实中的局势遥相呼应。因为如果中共政权崩解，的确可能是全球格局巨变、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
布兰登还给出了一些相当具体而且惊人的事件预告。例如，他在另一则预言中直言，中共将干出一件超级大坏事，导致东南亚出现滔天大灾难，连邻近的台湾也受到牵连波及。一个政权的恶行竟会引发区域性巨灾，这让人匪夷所思。难道预示中共会在南海或某处采取极端军事行动，引爆区域战争或环境浩劫？还是指它的人为作为导致自然界的灾难反噬？一些预言解读者猜想，这可能与海底核试验或气候武器有关。假如有人在海底引爆大规模装置，可能诱发火山、地震和海啸，覆灭沿海生灵，那将是天理难容的罪行。但凡此种种，目前只能推测。然而布兰登提到海底火山加海洋强震，尸袋满街的画面明确点出了印尼群岛一带的火山地震异动和巨大伤亡。这联想起来，似乎与2021年发生的东加海底火山大喷发有几分相似，但规模更胜100倍。如果真是中共触发了这类灾厄，那将是对大自然犯下的滔天大罪，必然招致毁灭性的报应。综合布兰登的种种预言元素，我们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全球黑暗计划中扮演要角，但终将在末日审判般的灾厄中土崩瓦解。这与阿南德的星象提示不谋而合，一个地区性的大动荡将牵动中国命运。而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位预言者，则更直接地谈到了中共体制自身的崩溃。英国灵媒克雷格·帕克是欧洲近年来颇受瞩目的一位预言家，媒体时常以新时代的诺查丹马斯来形容他，因为他多次精准预测了重大事件。据传英国脱欧、公众人物逝世，甚至全球疫情等，他都有相当程度的料事先知。帕克的预言风格不同于阿南德的学理推演和布兰登的宗教隐喻，他常常以直观的意象和明确的语言点出未来事件。在谈及2026年时，帕克几乎是掷地有声的预告，中国共产政权将在那一年迎来冰川式瓦解。何谓冰川式瓦解？帕克的用词很形象，冰川崩解不是火山爆发般一瞬剧烈，而是长期累积压力后出现一道道裂缝，整体结构逐渐碎裂崩塌。在他看来，中共的倒台可能并非一天内政权终结、旗帜异色那样戏剧性，更可能是从内部开始逐步解体的过程。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看似坚固，其实早已千疮百孔，不断有碎块掉落。等到2026年，整座冰山可能已经解体的差不多，只剩表面裂痕最终使其分崩离析。帕克预言习近平将在2026年前后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会在内外交困中陷入4分5裂的局面。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要知道，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迄今一路巩固权力，被外界视作新时代的强人。但是最近，中国内部其实暗涌频仍，高层人士异动诡谲，经济压力沉重，地方债务危机，以及民间对极端清零政策的反弹等等，都让习的统治蒙上一层阴影。帕克的话仿佛在提示，习时代将在那一年走向终章。不管是因为权斗、健康还是意外，总之习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了绝对权威的中共，内部派系将各摊各的地盘，导致政权裂解。更惊人的是，帕克认为中国的巨变不会孤立发生，而是全球专制政权连锁倒台的一环。他指出，2026年将是独裁者们排队谢幕的年份，不止北京当局、德黑兰的集权、哈瓦那的老共党，甚至平壤的世袭政权都可能面临终局。就在2025年底，帕克已经验证了自己部分预言的精准。他曾点名预言委内瑞拉的强人马杜罗会突然垮台，结果仅过了2天，美国就对马杜罗政权发出最后通牒，并启动前所未有的制裁。马杜罗一时间命悬一线，这样的命中率让人不得不对他2026年的预言格外上心。帕克在谈到中国时，除了政权崩溃，还特别提到了台海危机。他警告2026年在台湾海峡及相关列强之间可能上演一次极其惊险的准战争危机。所谓准战争，就是差点开战却惊险收场的重大对峙事件。他形容可能会发生雷达锁定、军舰对峙、战机擦枪走火等惊魂场面，
美中之间或者中日之间，仿佛只差一记扳机就全面开战。然而，最终或许凭借克制或天命，战争没有真爆发，但这次事件将彻底改变各国对中共的态度，使之成为全球公敌，从而加速中共的倒台。联想现实，帕克的这段预警并非没有迹象可循。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频频在台湾周边军演，美国也多次派舰机坚守亚太。一场擦枪走火的意外一直是各方最担心的，而倘若2026年真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或许世界各国会更下定决心围堵中共。帕克仿佛在说，中共政权的覆灭不仅仅是自身内乱的结果，也是他对外野心引火烧身的下场。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和布兰登的预言在某些点上不谋而合。布兰登讲红龙倒下，灵性觉醒，帕克则说中共瓦解，独裁者排队倒台。两人的话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一件事，一个压迫世界多时的黑暗势力将终结，人类或迎来新的黎明。这听起来何其振奋人心。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预言中的黎明之前还有极为混乱与黑暗的长夜。帕克自己也预计，在政权解体的过程中，中国内外会经历震荡。例如，他提到四国大战的场景，也许指的是围绕中国的几个重要国家可能发生冲突交织，甚至牵动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可能的解读是，中共垮台时，内有各派军头混战，外有周边列强卷入或介入，使局面一度失控，但最终结果将是集权倒下，新秩序逐步建立。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罕见重合这个主题上。三位预言者来自印度、欧美、宗教三个不同领域，居然不约而同把中国作为2026年的关键主角。他们一个给出了风险的地点与时间，中国西北2026年；一个提供了象征性的意象，红龙、淫妇、五大震动；另一个描述了体制崩解的场景，冰川瓦解、独裁终结。纵观预言史，如此具体而指向一致的情况确实少见。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势所趋的预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逻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待这种预言趋同现象。首先是周期循环说，中国历朝历代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王朝有其兴衰周期，中共建政至今也70余载，许多人相信其气数将尽。传统文化中有60年一甲子的概念。巧合的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撕裂动荡。60年一循环后的2026年，中国会否再遇动乱甚至体制巨变？那一年恰逢丙午年，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火马年。在东亚文化中，火马年被视为极具破坏性的一年。据说出生在火马年的女性命格克夫，因此66年的新生儿出生率曾大降。上一个丙午年，中国陷入文革浩劫，而2026年又是丙午火马，再下一年2027年是丁未火羊。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未来将出现赤马红羊节，红色的马年羊年带来大劫难。听起来像封建迷信，但当三位预言者的内容都指向那2年时，不由人不背后发凉。这赤马红羊节，莫非真要应验在中华大地？其次，我们可以从现实趋势角度来理解，预言家往往被视为敏锐的时代观察者，他们也许从超感官层面捕捉到蛛丝马迹，但那些迹象往往在现实中早有端倪。例如，经济学家也在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5到2026前后面临严峻考验，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缩减都可能在那时集中爆发成不可收拾的经济风暴。一旦经济失速，社会稳定和政权公信力难免动摇。政治上看，习近平刚刚打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但高龄统治者往往在第3任期开始出现统治疲态，何况内部竞争者伺机而动，一点变局，譬如健康问题或政变阴谋，都可能成为引爆政权更迭的火星。外交上，中共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制裁、科技封锁、盟军环绕，外部压力与日俱增。因此，纵使不谈神秘预言，
理性分析也会发现，2026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临界点。预言的巧合，或许正是来自不同视角的观察者对这个临界点的共识，只不过他们用各自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信仰和心灵层面的驱动。布兰登强调，人们必须重拾良知与信仰，才能在2026年迎来好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大变局年代往往也是人心觉醒的年代。如果中共倒台，对14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脱离集权枷锁，迎来信仰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新纪元。法轮功等团体多年宣传天灭中共的宿命论，认为中共之恶业终将引来天谴毁灭。基督教预言者则是共产主义为敌基督式的邪灵，需要以属灵征战予以清除。而传统的中国术数家或占星师则从阴阳五行和星辰运行中看到其盛极而衰的命数。三种预言体系的结论惊人的一致，一个时代要结束了，而中国正是这场结局与开端的核心舞台。也许有人会怀疑，预言毕竟不是现实，是否言过其实？的确，我们无法证明这些超自然的信息真伪，但历史告诉我们，朝代的覆亡往往伴随种种异象。就拿中国历史来说，每逢王朝末年，常有天灾人祸频，仍被人们解读为失德招致天谴的表现。明朝灭亡前夕，天有流星坠落紫禁城；清朝将亡时，连年大旱与瘟疫四起。现在，预言者们看到的火海、烈焰、天摇地动，恰如古人所记录的那些末世景象，只不过更具全球规模，不由令人深思。中共号称无神论，但真到了天地变色的时候，又岂能逃脱因果？当前，我们正身处2026年的前夜，耳边仿佛已能听到远方隆隆雷声。从阿南德的占星图上看，命运的行星正运转到关键交汇点。从布兰登的祷告声中听来，他急切地呼吁世人悔改自救，因为审判近了。从帕克平静的讲述里读出，他仿佛早已目睹那庞大的红色巨人轰然坍塌的情景。我们这些凡人该如何面对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未来呢？或许最重要的是保持清醒与善念。无论预言是否会100%成真，它至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场可能改写历史的大变局正在酝酿，个人和家庭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如果2026年真如这三路预言所示，中国发生巨变，全球受到震撼，那将是人类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一章。一个延续数十年的集权体制可能终告瓦解，与之相伴的是灾难、危机、阵痛，但也可能带来新生、希望与重建。就像漫长黑夜之后的拂晓，东方的天际往往是先透出一抹鱼肚白，但在曙光放亮之前，黑暗常常最深。现在黎明前的黑暗或许正向我们袭来，然而黎明一旦降临，光明将覆盖大地。最后，不妨带着一丝期待与敬畏，静观未来的演变。我们或许正在亲历历史的转折，站在风暴前夜的寂静中。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真相将逐渐揭幕。那些预言的场景会一一到来吗？红龙真的会倒在自己吐出的火海中吗？亦或一切云淡风轻？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无论结果如何，时间终将给出答案。让我们睁大双眼，见证这场罕见的命运重合。2026留给中国，也留给世界的篇章，正在等待我们一同书写。